白慧文第一次站在讲台上的时候，手是抖的。那年他23岁，刚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毕业，跟着做生意的父亲来到哈尔滨。父亲在道外区开了一家杂货铺，他的哥哥在铺子里帮忙，而他不想在铺子里卖东西，他想去教书。他父亲不太赞成他教书，父亲说女孩子抛头露面不好。白慧文说教书不是抛头露面，是站在讲台上说话。父亲说那还不是抛头露面。白慧文说不教书我就在铺子里站着，那才是真的抛头露面。父亲被他说的没话了，摆摆手说随你。他哥哥给他打听消息，说鹅桥小学在招中文教师。白慧文问那是什么学校？哥哥说俄国人办的学校，学生都是俄国孩子，还有中国孩子。白慧文说我去试试。他在哈尔滨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鹅桥开办的一所小学里教中文。那是一所奇怪的学校，学生有俄国孩子，有中国孩子，有混血儿，还有几个白俄难民的孩子。学校不大，只有3间教室，课桌是旧的，板凳是歪的，但窗台上摆着几盆花，是校长自己种的。校长是个俄国女人，姓索菲亚，50多岁，戴着眼镜，说话很慢。他看了白慧文的毕业证书，又让他试讲了一节课。试讲的内容是一首唐诗。白慧文讲完，索菲亚说你的声音很好听，孩子们会喜欢你的。白慧文被录用了，月薪6块大洋。他哥哥听说月薪6块大洋，说这钱不多啊。白慧文说够了，我一个人花不了多少。他哥哥说那你以后嫁人怎么办？白慧文说嫁人再说。他哥哥没有再问。他搬到学校旁边的一间小屋里住下。那间屋很小，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，窗台上放着一盆他从早市上买的花。他站在屋里看了看，觉得这就是他的家了。白慧文教书的第1个学期，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洗漱完了之后在屋里读一会儿书，然后去学校。他总是提前半小时到教室，把黑板擦干净，把粉笔摆好，然后站在讲台后面等学生进来。他喜欢看学生陆陆续续走进教室的样子，有的学生打着哈欠，有的学生一边走一边吃早餐，有的学生到了教室才想起作业没写，慌慌张张的补。他那时候想，原来当老师是这样的，不是站在讲台上讲完课就走，而是要记住每一个学生的样子，记住谁今天没来，记住谁最近心情不好。他教的第1个班有12个学生，6个俄国孩子，5个中国孩子，1个混血儿，12个孩子挤在一间教室里，用3种语言叽叽喳喳地说话。白慧文站在讲台上看着他们，觉得自己站在了一片陌生的土地上。他用的课本是学校自己编的一本薄薄的中文课本。第1课是人，第2课是天地，第3课是父母，第4课开始出现句子。他教俄国孩子念人，俄国孩子发出一个奇怪的音，他把那个音纠正了3遍，俄国孩子还是念不对。白慧文看着那个孩子努力的样子，忽然觉得有点好笑。他走过去，把着他的手叫他写人字。那个俄国孩子后来成了他最得意的学生，他叫瓦西里。瓦西里学中文很慢，但他很努力。他每天放学后留下来，让白慧文给他补课。他用俄语记中文的发音，旁边写满注释。白慧文第一次看到他的笔记本的时候笑了，那本子上密密麻麻写着他的中文发音的俄语注音，旁边还画着小画。瓦西里问他，老师，我什么时候能说好中文？白慧文说，你已经说的比很多中国人好了。瓦西里说，真的吗？
白慧文说：“真的，你比我第一次听到你说的中文好太多了。”瓦西里低头笑了。那一年，白慧文教了瓦西里1年的中文。后来，瓦西里能读简单的课文了。他在课堂上用中文读课文的时候，全班都安静下来听。他的发音还带着一点俄国腔，但每个字都念得清楚。白慧文站在讲台边上，听瓦西里读课文。他忽然觉得自己做的这件事是有意义的。他教的不只是中文，他教的是让一个俄国孩子学会用另一种语言说出自己的想法。1917年10月革命之后，白俄难民大批涌进哈尔滨，学校里的俄国孩子越来越多。有的孩子不会说一句中文，有的孩子会说几句。白慧文的班里，俄国孩子超过了中国孩子，他不得不调整教学方法，让中国孩子教俄国孩子说中文，让俄国孩子教中国孩子说俄语。有一天，一个中国男孩和一个俄国男孩为了一个座位打了起来。白慧文把他们分开，问他们为什么打架。中国男孩说俄国男孩骂他，俄国男孩说中国男孩先推他，两个人各说各的，谁也不服谁。白慧文让他们站在讲台前面，互相鞠了个躬，然后让他们用对方的语言说一句对不起。中国男孩用俄语说，俄国男孩用中文说，两个人说完都愣住了，然后都笑了。白慧文看着他们，心想，这就是这所学校存在的原因吧。他后来教过一个特别的学生，一个白俄贵族的小姐，叫安娜。安娜的父亲以前是沙俄的军官，现在在街上卖面包。安娜会说法语，会说俄语，但不会说中文。他在课堂上总是低着头，不太说话。白慧文注意到，安娜的课本上画着很多小花。他有一次问安娜：“你喜欢画画吗？”安娜说：“喜欢。”白慧文说：“那你帮我在黑板上画一朵花吧。”安娜站起来，走到黑板前面，画了一朵玫瑰花，画得很漂亮。白慧文说：“画得真好。”安娜低头笑了笑。那天是安娜第一次在白慧文的课堂上笑。后来白慧文教安娜学中文，她发现安娜学得很快，因为她记忆力很好，而且她学得很用心。安娜学了1个学期，就能说一些简单的句子了。有一次，安娜用中文对白慧文说：“老师，谢谢你。”白慧文说：“不用谢。”安娜说：“老师，你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人。”白慧文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我不是最好的人，我只是一个老师。”安娜说：“老师就是最好的人。”白慧文没有再说话，他摸了摸安娜的头。1920年，白慧文从俄侨小学调到了哈尔滨第一女子中学，担任国文教员。他离开俄侨小学的那天，学生们都来送他。瓦西里已经长成一个少年了，他站在人群前面没有说话。白慧文走过去说：“瓦西里，你要好好学中文。”瓦西里说：“老师，我会的。”白慧文说：“你以后想做什么？”瓦西里想了想说：“我以后想当翻译官。”白慧文说：“好，那你就好好学。”瓦西里说：“老师，等我当上翻译官，我请你吃饭。”白慧文笑了，说：“好，我等你。”他走出校门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眼那所小小的学校，3间教室，窗台上的花环开着。那间教室里留下过他的粉笔灰和他的声音。他忽然有点舍不得，但人总是要往前走的。女子中学的国文课用的是教育部编的课本，课本里有一课叫《爱莲说》，作者是周敦颐，写的是莲花，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白慧文站在讲台上讲这一课的时候，发现底下的学生一脸茫然。中国女孩还好，俄国女孩完全不知道莲花是什么。
他们见过玫瑰，见过百合，见过向日葵，但没有人见过莲花。白慧文停下来问：“你们见过莲花吗？”没人回答。白慧文说：“那我画给你们看。”他转身拿起粉笔，在黑板上画了一只莲花。他画得很慢，一笔一笔的，从茎画到叶，再从叶画到花。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一个亭亭玉立的莲花的样子。画完之后，他转过身说：“这就是莲花。”教室里的学生都看着黑板上的那只莲花，没有人说话。白慧文说：“莲花长在水里，出淤泥而不染。”意思是它从泥里长出来，但花瓣上不沾一点泥。一个俄国女孩举手说：“老师，我们这里没有莲花。”白慧文说：“有的，松花江边夏天就有荷花。”俄国女孩说：“真的吗？”白慧文说：“真的，等夏天我带你们去看。”那年夏天，白慧文真的带着全班去了松花江边。江边有一大片荷花正在开放，粉色的、白色的荷花在绿色的荷叶间亭亭玉立。俄国女孩第一次看到莲花，他们站在江边看了很久，没有人说话。白慧文站在他们身后，看着那些荷花被风吹动的样子，想起自己在天津读书的时候，也去看过荷花。那时候他还小，只是觉得好看。现在他看着自己的学生看荷花，他觉得那只画在黑板上的莲，终于开在了真的水里。回来的路上，俄国女孩们一直在说莲花的事情，她们用俄语说，用中文说，混着说。白慧文听着他们的声音，觉得那是他听过的最好听的混合语言。那天晚上，白慧文回到自己的小屋，坐在书桌前，他把今天的事记在日记里。他写道：“松花江边的荷花开了，我的学生第一次见到莲花，他们说那是他们见过的最好看的花。我想这就是我教书的理由。”1921年冬天，白慧文遇到了一个难题。他班上一个俄国女孩，冬天没有棉袄穿。那女孩的父亲失业了，家里没有钱买冬衣，女孩每天穿着单薄的衣裳来上课，冻得直哆嗦。白慧文注意到那个女孩，她把自己的旧棉袄改小了一件，送给那女孩。女孩接过棉袄的时候没有说话，但她的眼睛红了。后来白慧文发现，班上还有几个孩子冬天没有棉衣，她用自己的工资买了布料，让学校旁边的一个裁缝做了几件棉衣，送给那几个孩子。索菲亚校长知道后说：“白老师，你把自己的工资都花在学生身上了，你自己怎么办？”白慧文说：“我有棉袄穿就够了。”索菲亚说：“那你以后的日子呢？”白慧文说：“以后的事，以后再说。”那年冬天，白慧文的棉袄还是去年那件，袖口已经磨破了，但他没有给自己做新棉袄。他说：“学生比我冷。”他父亲从道外区来看他的时候，看到他屋里的棉袄旧了，心疼地说：“你一个姑娘家的，怎么把自己过成这样？”白慧文说：“爹，我过得挺好的。”他父亲说：“好什么好，连件新棉袄都不舍得做。”白慧文说：“我不是不舍得，是学生的棉袄比我的要紧。”他父亲叹了口气，没有再说。他回去之后，托人给白慧文捎来一匹棉布和一包棉花。白慧文用那匹布和棉花给自己做了一件新棉袄。他穿着那件新棉袄去上课的时候，学生们都说：“老师，你今天真好看。”白慧文说：“那是新棉袄好看。”一个学生说：“不是，是老师好看。”白慧文笑了，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1922年，白慧文收到了一封信，信是从天津寄来的。他的同学刘淑华在信里说，她嫁人了，嫁了一个天津的商人。
生活很好。问白慧文在哈尔滨过得怎么样，要不要回来。白慧文回了信，他说：我在哈尔滨教书，教得很好，这里的学生需要我。刘淑华又来信说，女人总归要嫁人的，你总不能当一辈子先生。白慧文没有回这封信，她不是没有想过嫁人，她在天津读书的时候也有过喜欢的人，那个人是她的同学，后来那个人去了南方，从此没有了消息。她不是没有机会嫁人，在哈尔滨也有媒人来说过亲，但她都推了。媒人说，你一个女先生，条件这么好，怎么不嫁人？白慧文说，教书忙。媒人说，教书再忙也要嫁人。白慧文说，等我教完这批学生再说。他说的这批学生教完，还有下一批，再下一批，他就这样一年一年地教了下去。其实他心里明白，他不是不想嫁人，他是放不下这些学生。他每天站在讲台上，看着那些孩子的脸，就觉得那些孩子比什么都重要。他舍不得离开他们。有一次，他哥哥来学校看他，劝他说，妹妹，你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了。白慧文说，哥，我知道。他哥哥说，你知道什么？你都快30了。白慧文说，哥，我教书教得高兴。他哥哥看着他的脸，没有再说。他发现自己妹妹说起教书的时候，眼睛是亮的。他忽然觉得，也许他说的对，也许他真的教书教得高兴。1923年春天，白慧文班上一个中国女孩退学了。女孩家里穷，交不起学费。女孩来跟白慧文告别的时候，眼睛红红的。她说，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不能上学了。白慧文说，为什么？女孩说，家里没钱了，爹说要我去做工。白慧文站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你先别走，我去找你爹谈谈。他去了女孩家，女孩的父亲是个拉车的车夫，他看见白慧文来了，有些局促。白慧文说，大叔，让秀兰继续上学吧，学费我来想办法。车夫说，白老师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可是家里真的拿不出钱了。白慧文说，秀兰成绩很好，她是个读书的料子，不能就这么辍学。车夫说，我也想让她读书，可是饭都吃不上，还读什么书？白慧文从口袋里掏出自己这个月的工资放在桌上，说，这是秀兰这个学期的学费，不够的我来补。车夫看着那叠钱愣住了，他说，白老师，这怎么好意思？白慧文说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秀兰是快读书的料子，不能浪费。秀兰后来继续上学了，她上完初中，又上了师范，毕业后也成了一名教师。她后来给白慧文写信说，老师，我当年要不是你，我现在可能还在街上拉车，或者嫁人生子过一辈子，是你改变了我的人生。白慧文收到信的时候，正在批改作业，他看了信笑了笑，然后继续批改作业。他没有回信，但他把那封信夹在了日记本里。他的日记本里夹着很多这样的信，有学生从远方寄来的，有学生毕业时写给他的，有学生结婚时告诉他的。每一封信他都留着。他说，这些信比什么金银财宝都值钱。1924年冬天，白慧文生病了，发高烧烧了3天。他一个人躺在小屋里的床上，屋里很冷，炉子灭了，也没有人知道。第4天，他挣扎着起来，生火煮了1碗粥喝了，然后又躺下。他躺了2天才缓过来。他病好的那天去学校上课，学生们看到他脸色苍白，都问他，老师，你怎么了？白慧文说，我没事，就是有点感冒。一个俄国女孩说，
老师，你骗人，你肯定生病了。白慧文说：“我真的是感冒。”俄国女孩说：“那你为什么脸色这么白？”白慧文说：“因为冬天冷。”学生们不信，但也没有再问。那天放学后，白慧文发现她的桌上放着一包药和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写着：“老师，这是我从药房买的药，你要按时吃。”落款是全班学生。白慧文看着那包药和那张纸条，站在讲台前面站了很久。他后来在日记里写道：“我今天收到了一包药和一张纸条，那是全班学生给我买的药。我吃了药，觉得病好了一半，另一半被他们的心意治好了。”1925年，白慧文30岁，他已经在哈尔滨教了10年书。10年里，他教过几百个学生，有中国孩子，有俄国孩子，有混血儿，有白俄难民的后代。有的学生后来离开了哈尔滨，有的学生留了下来，有的学生他再也没见过。他记不住每一个学生的名字，但他记得每一个学生学会说第一句中文时的样子。有一天，他在校长办公室里看到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，他站在地图前面看了很久，然后对校长说：“我想在教室里也挂一幅世界地图。”校长说：“好。”白慧文买了一幅世界地图，挂在教室的墙上。那幅地图上画着整个世界，太平洋在中间，中国在左边，美洲在右边，欧洲在亚洲的西北边。上课的时候，他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地方对学生说：“这里是美国。”学生们看着那个地方问：“美国远吗？”白慧文说：“很远，要坐1个月的船。”学生问：“那里有什么？”白慧文说：“那里有比我们先进100年的教育。”学生们沉默了一会儿。一个女孩问：“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？”白慧文看着那个女孩说：“从你们这一代开始。”教室里安静下来。白慧文看着那些学生的脸，有中国人的脸，有俄国人的脸，有混血儿的脸。他忽然觉得，他站在这里，不只是教他们认字，他是在他们的心里种下一些东西。那些东西现在看不见，但总有一天会开花，就像那枝画在黑板上的莲花一样。他离开教室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眼墙上的世界地图，那幅地图静静地挂在那里，像一个打开了的世界。第二天，他继续上课，教的还是国文，课文还是那一课爱莲说。他又在黑板上画了一枝莲花，这一次他画的比上次快，因为他知道学生们都认识莲花了。他画完莲花转过身，看见底下的学生都在看着他。一个俄国女孩举手说：“老师，这次我们认识了。”白慧文说：“对，你们认识了。”他放下粉笔，看着黑板上的那枝莲花。那枝莲花画在黑板上，一遍一遍地被擦掉，又一遍一遍地被画上，就像他教过的那些学生一样，来了又走了，但他画过的莲花还在黑板上，等着下一批孩子来认识。白慧文在哈尔滨教了一辈子书，她一生没有嫁人。她住在学校旁边的一间小屋里，屋里摆着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，还有一个书架，书架上放着课本和诗集。他每个月的工资，除了吃饭和买书，剩下的都用来给买不起课本的学生买课本。他60岁退休的时候，学校给他开了一个欢送会，他的学生来了很多，有的已经40、50岁了，有的头发都白了。他们站在讲台前面，一个一个跟他拥抱。一个头发花白的俄国女人走到他面前说：“老师，你还记得我吗？”白慧文看着他说：“安娜。”安娜说：“对，是我。老师，你画的莲花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”白慧文笑了，他说：“那枝莲花画了那么多年，早就不在了。”安娜说：“在的，
老师，那只莲花一直在我心里。白慧文没有说话，她看着安娜，想起了那个在课堂上低着头不爱说话的俄国女孩，想起了她画的那朵玫瑰花，想起了她学会的第一句中文。她忽然觉得，她这辈子教过的所有学生，都是她画过的一朵朵莲花，它们从不同的泥里长出来，又在不同的地方开了花。她教了他们认字，他们把那些字带到了很远的地方。这就是一个老师的一辈子。欢送会结束后，白慧文回到自己的小屋，她坐在书桌前，翻开了那本夹满信件的日记本。她从里面抽出一封信，那是瓦西里很久以前寄来的信。信上说：老师，我当上翻译官了，我在铁路局工作，我每天都要用中文和俄文，我现在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了。老师，你教我读的那篇课文，我到现在还会背。白慧文看着那封信笑了，他轻声念了一遍信上引用的课文，是爱莲说的开头：水陆草木之花，可爱者甚蕃。他念到这里停了一下，然后接着念：晋陶渊明读爱菊，自李唐来，世人甚爱牡丹，余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。他念完了那一段，放下信纸，看着窗外哈尔滨的夜色。窗外的天已经黑了，远处的松花江在月光下泛着银色的光。他想起那年夏天带着学生去看荷花的日子，那些俄国女孩第一次见到莲花时惊讶的样子。他忽然觉得，那只莲花他画了一辈子，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那间教室。他合上日记本，站起来，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水。他的一生就这样过去了。他没有嫁人，没有孩子，但他有几百个学生，那些学生散落在世界各地，每一个都记得他画过的那只莲花。他觉得很满足。他把那杯热水喝完，然后躺下睡了。明天他还会去学校，虽然他已经退休了，但他答应过学校，退休后每周去一次，给学生们讲讲他教了一辈子的爱莲说。他说过，莲花的道理要用一辈子去讲。那只画在黑板上的一只莲，就这样开了一辈子。